大家好，我是 James。由于我的露营车已经在改装厂维修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天。今天我们要去，就带小孩四处走走。因为有些人问我啊，在底下留言啊，现在很多人家长就在烦恼这件事啊，他们带小孩出去大自然的，他们还一直要吵着3C， 然后又很无聊啊。大人忙着搭帐，为了给小孩在大自然里面玩，就比较健康，可是却小孩又吵着要玩这种平常在家里我们就可以看这些3C 产品。那你已经找到了一些，所以我做功课，就是帮助大家解答。OK， 你们吃早餐。我们大人露营的时候也是会看手机，也是会做一些家里会做的事，只是搬到户外去做。露营只是换了一个场景，相信小孩在大自然下看卡通，感觉一定也不一样。问题是出在感觉无聊上。第一，我们要先了解为什么小孩会喊无聊。为什么你们会喊无聊？就是呢，因为就是想要看电视。为什么想要看？因为无聊，所以才想要看3C 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不知道玩什么。不知道玩什么，对，无聊这件事本质上就是小孩不知道要玩什么，不像我们大人啊，可以自己找事情啊，然后有些大人觉得煮饭，在大自然煮饭也是个乐趣，然后跟朋友聊天，但慢慢的你们也开始会跟朋友聊天了，觉得你们大了，可是你们在2-3年前，你们其实也是一样的，不知道玩什么。那时候爸爸刚开始露营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怎么露营。一样的，你们也不知道露营的时候玩什么啊，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露营的时候帐篷该怎么搭，很多东西都是在学习嘛。所以在小孩的世界里，就只有爸妈，他们眼睛看到就旁边都是黑的，然后就爸妈有颜色，要去看眼科了。看眼科。所以小孩在最无助、最无聊的时候呢，肯定会找谁？如果最亲的人在忙，他们就会有各种的讨关注。你们小孩怎么样讨关注？炒蛋。一个专长是讨关注。没错，把爸爸的银钉拿走，然后让爸爸追着你跑，没办法搭帐。这个是你们差不多3-4岁会发生的事了。不过这个都是正常的，都是一个成长的经过嘛。那大部分的大人是怎么回应呢？我现在很忙，等我忙完再陪你玩。然后呢，有些大人忙完之后，然后就坐在椅子上，好累哦。然后小孩过来陪我玩，哇。我好不容易搭了这么大的帐篷，搭完了，我现在累爆了，你让我休息一下。你们自己去玩，我休息一下。然后休息完之后，爸爸陪我玩。要煮饭呢，等一下煮饭给你吃。我要找借口。煮完饭，爸爸陪我玩。这些碗谁洗？吃完饭洗完碗了，爸爸陪我玩。我吃很饱，你现在玩会吐。OK， 我消化完了，爸爸陪我玩。那个晚餐要拿出来退冰，我去冰箱拿。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禁止小孩玩3C 产品，而是协助小孩怎么玩。然后我们家的经验一开始呢是这样，第1路到第10路其实最崩溃，爸爸妈妈还在学习怎么搭帐，然后你们也去露营区，确实一开始也不会玩。那时候露营呢，爸爸妈妈永远一直在忙。打翻。OK， 这完全是露营的经验问题啦。大人也在学习，然后小孩也在学习露营怎么玩这样子。像现在小孩自己会去找东西玩，哪怕露营区没有什么娱乐，他们也有办法去玩。我觉得这个是年纪问题啦，再来就是经验问题，还是可以用引导的方式啦。你如果没有引导，小孩就会一直吵。批的啊，孩子的挑战呢，大人不要忽视。今天要带小孩去体操馆，再来就是怎么陪伴呢？就是主动的高质量陪伴。什么叫主动高质量陪伴呢？不要等小孩真的无聊到爆的时候再跑过来找你陪，最好就是你主动出击，你真的忙完了，真的休息好了，主动去找小孩玩，陪伴他们。那高质量是什么呢？高质量就是你不要边玩手机边陪，就是手机丢掉，哪怕陪1个小时、半个小时，都比你拿着手机在他旁边，他玩他的，然后你看你的手机3个小时、4个小时
这样子也不够。高质量就是你宁可就是拿30分钟去陪小孩追逐啊、跑啊，就是完全的投入进去陪伴的话，我觉得不需要太久，也不需要把你老人家弄得半条命这样。主动有什么好处嘞？就是我真的在忙的时候，我跟小孩讲一声，小孩会马上的自己跑去玩，因为他知道如果有时间，我一定会陪他们。我没时间是真的没时间了，那他们就能谅解。然后我知道有一种父母呢，他们不太懂怎么陪小孩，因为我的小时候也没有人陪我玩嘛，都是对。然后其实你别说你不会，我身边看到很多家长其实都是这样，你不懂怎么陪小孩玩呢？像比如说小孩玩了扮家家酒，然后拿那个泥巴说喂你吃，然后你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吃泥巴的？有些家长是不知道怎么样陪小孩玩扮家家酒这种东西，不过他们这个年纪特别需要玩这些东西，不知道怎么陪小孩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做什么的时候邀请小孩过来跟你参与，比如说你在煮饭，邀请小孩，哎，你帮我翻，哎，你帮我撒盐，你在做什么？邀请小孩陪你干什么？我相信他们也很乐意啦。正常他们不会去煮饭啊，会去做一些大人在做的事情，比如说我在焚火，你可以帮我丢一块木头进去吗？过程他是很享受的。大人在聊天 ，OK， 哎，邀请小孩参与，怎么参与？我们可以聊一些小孩听得懂的话题吗？哎，你学校怎么样啊？聊天，小孩也可以参与。有时候大人在聊天的时候聊政治啦，聊经济啦，小孩怎么参与？所以如果有小孩在的时候，哎，我们就聊一些比较小孩也能参与的话题。这个是最简单的陪伴，就是哎，你邀请小孩过来，也陪伴你，也陪伴小孩。做手作啊，大人不会做手作。有些大人会啊。对啊，像爸爸都会啊，或者玩桌游。对啊，对桌游啊，像我们大人在玩昂啊飘，哎，小朋友来，你们那飘是什么？昂啊飘就我们上次玩的那个啊，那个叠在上面就赢了那个啊，你没有玩啊，李燕有玩。就大人玩象棋也可以培养小孩玩啊，或者是拉密啊这种桌游的都可以培养小孩玩。小孩会玩了就陪大人玩。其实我们大人也需要小孩陪。OK， 我们快到体操馆了，我们到这个孟非体操馆。今天话题还没讲完，回家看的素材吓了我一跳。今天后面讲的不小心全部拍成缩时了，只能明天再拍够。靠险！爸爸问你们啊，开始露营的时候，你们知道玩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时候我们刚开始露营的时候呢，中午都会开车带你们在车上睡觉，开出营区，然后让他们在车上睡着，睡完午觉心情会比较好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们都不敢离帐篷太远的地方玩，因为你们对营区不熟悉，所以沙坑一定要有大人在，然后你们才敢去。不过现在你们就跑到没影了。你露营的时候，什么时候会感到无聊？通常都是别人都不陪我玩，而且你也不陪我，哦，姐姐也，而且周彦祖也不跟我玩。哦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一家人有时候要互相带一下，对不对？就是大家在吃饭的时候，大家都在吃饭，然后我可能先被你们叫去吃饭了，然后我吃完了，然后大家都在吃饭了。那我就会感到很无聊。哦，每一家的吃饭的时间都不同，所以有可能就是，假如我们在一家先吃，然后后面呢吃完了，有时间可以玩了，结果呢他们又去吃饭。所以有时候吃饭时间反而是浪费你们玩的时间。你反而希望说，哎，朋友去吃饭了，你们再去吃。你怕你吃完饭之后，你的朋友他们也被叫去吃饭。哎，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察觉，所以有时候要跟小孩聊天。可是你们也不能这样子哦，别人现在在煮了，别人叫他们的小孩过来吃饭，然后你们才开始煮，不行，你们一定要跟别人的煮饭的时间是同样的。哇，我们还要刚刚好煮好 ready 了，然后还不能放它凉这样子。Jesus。贾云啊，因为有时候小孩叫不回来吃，因为你们的朋友也都还在玩，他们也还没有去吃饭，所以我们大人应该跟另一个家长去讨论，他们什么时候煮好，
我们尽量安排在同一个时间煮好那个饭。哎，他们被叫去吃饭，我们叫你过来吃饭。哎，这个又是新的一个小孩视角看这个。还有什么露营的时候你会希望改变的？就是我们做什么改变，你会觉得哇很好。其实爸爸也做了一个改变，爸爸尽量早点睡，早上起来比较有精神陪你们。没有了吧？还有，我另外给你出一集吧。那都是大人的。另外拍一集你的专访好了。还有说假如说，有一个我必须呼吁的，就是在营区绝对不可以玩一个游戏捉迷藏，因为你们小孩有时候会躲到悬崖边，很容易掉下去。为了不被找到，你们会躲到树的后面，你们躲的地方都是蛇会去躲的地方，还是有一些地方是适合人类走动的地方，蛇会躲到边上去。OK， 就这样。后来我们去运动公园待了一下午，就回家了。今天礼拜天，小朋友决定说要在家里完成作业，然后预习。今天就这样，因为外面下雨，你看。没办法骑脚踏车。本来是打算要出去骑脚踏车，这边路引导小孩玩，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小孩自己去找乐子吧，不管是扮家家酒啊。哦 ，Jesus， 你来家跟您开讲。张阿是真正有够写拍摄弄成缩时，让我看一下现在是缩时。OK， 我觉得引导小孩玩不会需要太久时间啊，其实他们也只是需要有一点点的灵感而已，帮他们找寻灵感。每一个时间段的小孩都需要不一样的玩的灵感。露营区毕竟不像游乐园一样，直接能给小孩起一时的刺激，在营地是需要家长陪同一起探索。户外在安全引导下可以生火、攀岩、观察昆虫。如果没啥事做呢，小孩可能更想要 3C 产品所带来更直接的娱乐。再来就是今天的主题啦，很多人问，哇，去营区小孩子很无聊，然后一直要看3C 时间的健康管理很重要。我的做法是固定时间，可是没有完全的禁止。现在试想，如果没有固定时间的话，小孩就会去吵爸爸嘛，吵妈妈，就要求要看3C，孩子就会挑战父母，就做任何就是你平常不喜欢小孩做的事，然后他就会全部演一遍给你看。家长可能拿 iPad 给他，去看，哎，要到了，下次他们要再哭闹才能得到 iPad， 所以他们就会用闹的方式来让家长哇受不了了，然后丢 iPad 给他。下次你不给他们 iPad， 他们就会闹得更严重，就这样子恶性循环啊。当他们看完 iPad 的时候，你就说时间到了收起来，你把 iPad 抽走的时候，他也是会眼睛跟着荧幕这样子过去了。他们的认为会觉得说这次看 iPad 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了，下次什么时候看都没有底，不知道。所以小孩对这个3C 就会觉得很奢侈，我必须要全神贯注的，不能浪费我看3C 的时间。那我们的做法就是3C 时间呢变成一种计划内的活动，就一定会给你啦。像我们家露营以来，就是吃完晚餐，然后玩一下，洗完澡进内帐。现在我们是露营车啦，就进车子里面，头发吹干，丢 iPad 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清楚，他们看 iPad 的时间就是进内帐，干干净净的看 iPad。我们大人就可以去洗澡，去跟朋友聊天、喝酒这样。那我觉得这个模式还蛮好的，就小孩白天也不会跟你闹着要3C，因为他们很放心，晚上会有自己的这一段 moment 看3C，所以他们就会用比较平常心态去看 iPad， 而且晚上在营区里面玩比较容易受伤跌倒。总而言之呢，就是大人要有方法啦。还有就是有时候大人在露营的时候会很忙，没精神，因为睡眠不够，晚上可能1、2点睡，很喜欢露营，就不想要那么早睡。可是每次礼拜六上午呢，就很难受，比较
无精打采，然后不耐烦啊什么的。后来因为我们常露营，我就改变心态，所以现在露营都会比较早睡，然后把精神放在明天的上午，等于说把晚上晚睡的时间挪到早上用。那早上小孩早起的话，我也不会受影响，反正我也睡饱了。有时候其实我们大人也是需要改变方式，所以有时候小孩在喊好无聊哦，给我3C，大人应该要重视这个问题，因为他们已经在寻求大人的帮助了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如果有喜欢这样子的谈话性内容呢，底下可以留言反馈一下。平常如果没有录影啊，没有数位啊，我就稍微聊一个主题这样子，这样 OK 吗？ OK 啊，好，就这样。